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华球哥，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来关心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哦。钓鱼岛现在是战云密布了，中国大陆的海警机炮舰驱逐日船。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关心，包括美国智库也开始做了一场新的兵推，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北京对日现在是实施最后的军事通牒了吗？最新消息，4艘的中国海警机炮舰已经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持续的压制日本的船只。钓鱼岛现状是否已经被改写了？日本还会继续的挑衅下去吗？第二点来关心的是来自于美国智库这边做的一个兵推哦，有关于如果中国大陆侵台，那美日台如果一起加入战场的话，恐怕这边说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另外一个数据也显示，就算今天日本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不介入战争当中，死伤人数恐怕高达4600多人。如果真的介入的话，伤亡人数有没有可能倍数爆冲呢？这是第二点，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那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态度，针对于这场中日的冲突又是如何呢？来看到北京已经2度的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了，美国却是到至今完全的沉默。法国则是因为经济的考量的关系，现在态度导向中国。日本现在一头热，自己往前冲，高市会不会自己害了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中日的这一场对撞已经升级到武力冲突了吗？特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火光四射啊！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的瑞宝丸的号船这一艘船已经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的领海之后，中国这一次是完全不客气了，直接来做反制。2个动作，先来看到出动了4艘的海警船，还有全部呢都是搭载的这种重型的机炮，并且依法驱离，强势执法。刚刚提到了3个小时持续的压制日船，中国海警的发言人也最新特别提到了，他说钓鱼岛跟附近的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你必须要立即停止一切任何侵权挑衅的行为。反观日方的方面，只能现在是求于这些外媒来特别做报道，说中国大陆侵犯了领海。但是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数据，中国海警今年已经29次了，持续的进入钓鱼岛的海域之内，而且是连续18天都是存在的。国际是这样做解读的，中国这一次对于日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示警了，是一种宣示一个新的状态。钓鱼岛，换句话说，中国认为是自己说了算，要日本别再做梦了。节目一开始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4艘中国的海警船机炮全部都架好了，现在是准备要武力来实收钓鱼岛的意思吗？未来中日海上摩擦会不会看起来往越来越频繁的方向来做发展？委员怎么看？对，我想钓鱼岛事件的发展到现在哦，你只能说是日本政府活该啊。就原本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台湾还没事呢，日本就先有事了。那么这关键就在于高市早苗自己的失言风波，那么他迟迟到现在不愿意收回他当时错误的言论。可是对北京政府来说，很显然他们不会善了了啦。那么我曾经提过说，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上海，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电视台每天晚上的这个夜间新闻的报道，先骂高市早苗20分钟，然后接着才报其他的新闻了。你要知道，当所有他的文宣机器都展开的时候，代表14亿的人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那你更不要讲在过去这几年哦，我想大概过去10年、15年吧，你到中国大陆去哦，你打开每一台的那个晚上的卫视的这些这个陆剧哦，大概有80%都在讲抗日，就是。怎么样抗日？怎么在上海对付这个伪政权？怎么样对付日本的间谍？他讲的都是这个内容哎，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日本的这种国仇家恨是从来没有忘掉的。那再加上这一次这个北京政府又敲锣打鼓的这个拉高分贝、提高知识，在国内做这么大广泛的这个宣传哦，那当然你就激起了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啊。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今天这个高市早苗的试验风波没有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哦，分辨个是非的话，其实坦白讲，你北京政府怎么对内交代呢？所以你反过来说，当他敢对内采取这么大动作的来做文宣、来做诉求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打算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日本一次痛击，一定要叫日本想办法把这句话吞回来。那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骨牌效应嘛，就在这些年来，你看到西方国家、美国的这些盟友不断的在玩擦边球，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当时的什么2758号决议文的解释啊，台湾地位未定论，每一个国家都在干这件事情。你看到美国这些盟友都在玩这个把戏，所以其实坦白讲，对北京来说，他就是挑一个最欠揍的打一顿就对了。你说要去修理德国、修理法国，可能有点累又有点远，打日本刚刚好，就在隔壁了。然后呢，这个打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哦。所以对北京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高市早苗不撤回他的错误发言的话，必然在这件事情上，北京是不会收手也不会善了的。那既然是如此，他要做什么呢？这就是北京政府厉害的地方了。他为什么挑钓鱼台？因为钓鱼台本来就有主权争议，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台争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除了台湾。就钓鱼台本来就是这个中日台三方在争。那你说台湾跟中国，好歹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都是属于中国，所以你说这3组里头有2组是中国，所以对中国大陆对北京政府来讲，他现在去跟日本来谈一谈钓鱼台这件事情，他绝对在国际法上站得住脚。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也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这种主权之间的纷争，日本的北方三岛跟俄罗斯当时也有纷争啊，跟苏联都有所以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岛屿上的主权争议，其实在国际上，就算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恐怕也很难。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说，我认为在钓鱼台的主权这次的冲突上，他已经对日本做了极限施压了。这个极限施压就是说，你不收回这个言论，我就一步一步的进逼。你有种你就来打我，那我们到时候就看谁在这场冲突里头谁会吃大亏。那么他已经吃定了一个没有在美国背后帮他撑腰的日本，根本就是一颗马吉就是一颗软柿子。所以日本长期以来的狐假虎威，不就是因为仗着背后老大哥吗？可是北京政府在这个时刻已经跟川普打过招呼了，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发言其实是很谨慎的，而且很低调的。那么甚至川普在第一时间打给高市早苗，我也不认为他不会提这件事情。那你就要看高市早苗愿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退让了嘛。所以我觉得对高市早苗来讲，他当然极有可能是利用美国。大家外表看起来说他是为了配合美国演这出戏嘛，可是我现在看起来他极有可能是为了利用美国，因为呢他想要修宪，他想要放弃这个无核3原则，可是他必须要找个借口，所以他要借这件事情来完成他所谓的这个日本极右翼的使命哦。可是当美国老大哥不买单哦，美国老大哥没打算自己涉入这趟浑水当中的时候，那你就要看日本政府自己怎么收摊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种大动作持续之下，北京现在等于是说可以看得出来是下了最后的冲跌。如果真的北京最后不忍了，不幸的发生了军事冲突，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美国智库也做了相关的兵推，这个是来自于 CSIS 的兵推，在2023年跟今年分别有2份的兵推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份兵推是在2023年写下的。他说24次的模拟当中呢，美日台会有高达22次是成功可以击退中国大陆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付出惨烈的代价。那2025今年的兵推则是有26次的模拟，这边没有讲到说到底谁会赢哦。态度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但是也有提到美日台仍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台湾得承受被封锁。兵推也直接点明了，如果今天日本在这个当中是选择中立，而且不介入这场战争当中，只是借美军基地给美军作战的话，也会有4662人阵亡，但是没有提到说，如果今天日本真正的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个死伤人数有没有可能倍增，这个是完全没有提的。我们就来看，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日本真的介入的话，会不会死伤人数是好几倍？我们从这个 CSIS 报告也特别来看，是不是有美化这个数字的可能性？华球博士怎么看？好，我既然是来自中华战略及兵器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所以我要特别把兵推这个事情要界定清楚。兵推的话，就我们早年在
军事方面的话，它是要具备一个兵棋台，兵棋台上面要布满所有的兵棋符号，然后呢，战斗地基线要画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所有的道路都很清楚，兵力、火力部署都有一定的兵棋的符号在上面。但是我就这个 CSIS 这个来看啊，这个它应该不严格讲应该不叫兵推，叫状况推演，就是就政治、经济、军事、心理这4个是美国克莱恩博士早年啊评估4大国力来评估，所以他这个应该严格讲应该叫政军经的状况推演，而不是我们真正军事的兵推，这第一个决定。那么他说啊，日美台22次击退北京。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想定，真正的兵推是有想定的，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想定，也没有看到他的作战计划，也没有看到情报官的情报的这个判断，所以要22次击退北京，我认为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北京呢不是纸老虎，北京现在的国力、军事力量是全世界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还在俄罗斯之前。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刻意的美化？其实以军事的状况来讲啊。用美化这个词是比较一般的说法，应该叫做事实的战况的陈述。战况达到什么程度？这个战况是焦灼或者是崩毁？那么看起来，如果照 CSIS 这样讲说22次击退北京，那这个战况一定是非常的悲惨，甚至于不敢说是全歼，但至少是重大的伤害。我认为如果就军事来看，他连要转进的机会都没有。退却的话也很难，是不是要采取逐次抵抗？那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是22次被击退，那么表示你的兵力火力受损的非常的严重，现场的作战指挥官应该没有能力继续指挥这个部队，而且呢，就这个状况判断，增援的部队来不及投入。增援部队就是预备队，预备队投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做扭转战局。那看起来，如果22次连续被击退，好，那可能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而且我补充一点其实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我有特别关注 CSIS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其实讲的就像刚才这个华秋哥讲的，他讲的很隐晦啊。他其实从来没有把真实的状况讲清楚的，可是在这个隐晦里头就包含很多外交辞令大家要注意2句外交辞令。第一次的2023年版本，他说要付出惨烈代价。对，这个惨烈代价有多惨烈呢？我曾经看过 CSIS 报告内容，其中有一次，美国要损失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被击沉在太平洋，然后要死伤几万人，然后台湾是一片焦土，整个台湾的这个陆军损失惨重那么这个他们叫做惨胜就是说好不容易打赢了。那这种情况，什么叫做惨烈代价？我要问的问题是，日本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台湾有什么理由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你看25年的版本讲的一样，26次他说要付出高昂代价，那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好歹讲一下。你说台湾是一片焦土，然后我们赢了，那我们算赢吗？就台湾的一片焦土，然后我们把共军打退了，然后美国损失了一大堆航空母舰战斗群，日本被炸了几个岛，然后损失了阵亡了一堆人，有这个必要吗？这才是关键问题吧。所以我觉得 CSIS 讲的那个兵推的结果，就像刚才华球哥讲的，它根本就是属于一个状况推演。对。可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他又不愿意讲实话，因为讲了实话呢，可能自己打了自己的脸，所以他就用这种什么惨烈代价了、高昂代价来一笔带过了。这种东西的结果是什么？我先不要讲美国跟日本要死多少人。这个东西的结果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的子弟可能都要在战场上阵亡啊。好，一方面是来自于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智库的兵推这个如果真的打起来，死伤一定会很惨重。那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实际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最新来看到，北京其实已经连续的2次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但是美国是一句话都没有替日本说，而且专家也做了分析，川普未来如果真的台海打起来，协防台湾的可能性是偏低的，直接戳破日本右翼政客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是现在正要去访中的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他可能会基于现实，因为要跟中国在这个贸易上面不要让它决裂希望能够持续的出口法国的白兰地、猪肉、乳制品等等，所以在这个台湾地位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偏向
这个中国不要挺日本了吗？那高市是不是一头热，自己害惨了日本呢？干哥怎么看？对啊，这就是马克宏也倒向北京哦，也就是国际上面啊压垮高市最后一根稻草。马克宏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法国老实讲一句是全世界第5大强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子威慑力。大家晓得，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具有核子威慑力，也就是中美英法俄啊。那法国在欧盟的地位啊，那不言自明。可是呢，马克宏他2年前他就说错话了。2年前呢，他去那个北京访问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在飞机上面跟记者讲什么呢？他说，觉得我们的政策哈不应该随着白宫哈这个打转哦，不应该遵循白宫他们自我哈设限的那种政策。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法国，我跟你讲，法国在美国眼里哈就是一个讨厌的盟邦，80年来都一样。对，从2次大战打完的时候，戴高乐就不愿意跟美国走在一起，他认为美国的利益是美国的利益，我们法国有我们自己法国利益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干嘛跟人家走在一起呢？所以当时我跟你讲，法国的戴高乐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讲不出来的，然后呢，不加入北约啊，你们都加入北约，我就不加入，干嘛？我有自己的核子能力啊，我干嘛要加入？所以其实法国是一个，美国真的很头痛了。我看到了川普执政哈，他都会觉得说这个盟邦很头痛。虽然说他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他在对于中国的问题上面就不是这样，对不对？那马克宏坦白讲一句，纯粹的，他2023年呢，他2手策略，一方面说我们跟美国不是同路。一方面，他又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那个关税，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乳制品啊，就是酪农，还有谁？还有那个酪农跟那个就是养猪的啊，养猪协会，法国的养猪协会，光是猪肉干跟那个酪农的奶制品，我跟你讲，他们就嚇死了。为什么？因为中国马上技术反制啊，这2个东西是不用进口了。不用进口的话，差点就让人家给哭了。所以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他2手策略就是说，我要征收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那没关系，北京马上就回应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次马克宏到北京去做国事访问，乖很多，而且他会记住，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不要再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是你能讲的。我讲一句难听一点，法国的国力哈，其实在1954年的法越啊，法国跟越南之间的奠边府之役，活活打败之后，法国从此退出东南亚。东南亚没有你讲话的份儿。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你的国力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你也没有能力去过问东亚的事情。英国都已经退却了，那法国你还能够讲什么？所以马克宏他现在你会展现出说，你看看他到时候哈，他跟习近平哈。如果没有联合公报的话，记者也会试探说对于高市早苗这件事情的看法。马克宏一定会非常巧妙去避开这种问题，因为他不可能站在川普的那个立场，他也不会帮日本背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等到马克宏跟那个习近平他们的会谈结束返国之后，你就要知道说。各大国家，你的主要的西欧盟邦都没有支持你的状况之下，高市早苗，你是不是要再发一份比较正式的声明，向中国人民道歉？好，谢谢干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这一场中日之间的争议，日本现在持续的加大抗中的力道，把祸水南引，包括卖给菲律宾飞弹跟护卫舰，怎么回事？我们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高市政府哦，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高市政府不只是
计划明年上半年废除防卫装置出口的限制，非战斗五类的规则也会全部的都给它拿掉。我先话题今天第一个，日本不只是挑台海，如今南海也在放火，都给它烧了。飞弹护卫舰它全部都卖给了菲律宾，逼的北京现在是得要多线的来开战吗？另外来关心南海的火线又要爆开了吗？包括了日本跟南韩啊，现在是狂卖武器给菲律宾，再加上美国的提风飞弹全部上桌，菲律宾变成了印度式军火的一个拼盘吗？现在如果来这样子做判断的话，是战力还是灾难呢？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哦，日本它现在的动作已经不是完全的防卫了，而是在中国针对中国展开多线的开战。来自于最新消息是共同社的报道，最快呢，高市政府计划明年上半年它就会废除这种防卫的装备品了，出口仅现在非战斗类的五类的一个规则，它就会给它完全的给它废除掉。所以呢，它打算出口给菲律宾，一共是达到了3种的武器。今天我们来看到，先是第一个03式的中程防空飞弹，它有什么样的性能呢？可以拦截飞机以及巡弋飞弹，射程大约达到50公里。第二款武器，我们来看到是阿五维级的护卫舰，也是日本第一款的逆踪护卫舰，吨位3000吨，搭载包括了鱼叉飞弹等等的武装。另外，我们来看到还有30电机制造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来请教李博士怎么看了？日本现在说了要卖飞弹护卫舰给菲律宾，他是想在南海开战，让中国大陆自顾不暇吗？问题是大陆在南海这边有没有可能遇上的就是解放军它的05大区双航母，如果一起对上菲律宾、日本的话，他们又能够撑多久？李博士怎么看？好，我们都知道，日本在2次大战战败之后，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它其实是不能发展军事武力的，所以它叫自卫队，而不是真正的军队。那既然它是不能够有正式的这个军队，那么它又可以制造武器，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矛盾。那么站在国际法上来看的话，好像也没有去制裁或者去说日本不可以制造武器来卖。但是我质疑这个动作跟他的军事的自卫队这个就有矛盾的冲突。那么这3样的重要的这个武器来看啊，我比较认为比较值得来提，就是军事指挥社控的这个系统，这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 C4ISR 勤监侦。这个东西如果整套都能够做得很好，卖给菲律宾的话，当然对他来讲，他的一定程度的制空权、制海权会得到很大的进步。是，但是呢，能不能保证他在南海这个区域，他就能够给北京造成自顾不暇？我认为啊，以菲律宾的军事的能力，特别其实他海上的能力啊是薄弱的。菲律宾的兵力火力在全世界的这个军事的评估来讲啊，算是后半段的，它并不强。不会因为日本卖给他这3样重要的东西，他一下子就突然就好像吃了这个菠菜一样，就变得很厉害。所以我不认为啊，它可以让北京自顾不暇。倒是后面这个议题，我认为啊，它的这个山东舰、福建的这2个舰，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它是船团，它不可能单舰出去非常的危险，它必须要有船团、护卫舰、驱逐舰，然后各种的这个舰队，同时呢，它还要具备它的这个装备、后勤补保的这个运输船，这些如果都不能够齐备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航母是不能形成战力。同时呢，双航母出去虽然战力强大，但双航母的指挥调度啊难度很高，因为航空母舰它的回转半径啊非常小，那么你如果适当的距离没有取好的话，它是2个舰是不同指挥官，不同指挥官的话，也就是说山东舰、福建舰这2个指挥官的阶级可能大概都是少将的这个指挥官。那既然2个都是少将的话，那谁听谁的？换句话说，这个航空母舰如果同时2舰出发，它应该会有一个更高阶的指挥官，同时指挥这两条这个航空母舰，然后呢，才能够让这2个航空母舰运行的非常的顺利。不过我认为啊，以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来讲啊，它的开始是瓦兰格号，
是买自于乌克兰过去报废的这个航空母舰，那么然后再把它做成瓦良格号。几年前呢，它试营运之后，发现有许多的问题。其实啊，我对航空母舰来讲，我认为啊，瓦良格号严格讲应该是属于训练舰而已，还不到作战舰。但是大陆已经把它吹嘘的像作战舰一样。事实上，严格来讲，按照西方的严格来讲，瓦良格号还不是作战舰。山东、福建这个已经运作了，但是我认为还不是很成熟的这一个作战舰，还需要再做调整。那这2个舰如果同时指挥得宜的话，我认为菲律宾啊，即使获得日本这3个护卫舰、防空弹 C4ISR 的支援啊，也不是北京的对手。但是我认为啊，北京现在这么聪明啊，他不会去打一个没有意义的军事战，他必然是要考量国际的这个制裁，考量国际的这个形象，考量他自身的防卫的这个力道。我觉得从这样来看，菲律宾跟北京应该打起来几率不高。好，菲律宾军事上面弱是弱，但是喊的却很大声。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日本卖武器说要给菲律宾嘛，那菲律宾就说，其实我们要抗中，不只是得到来自于日本的武器，我们还买了包括有来自于韩国的武器，甚至呢我们还有这个美国的武器哦。那韩国它是购买了什么武器呢？就是韩国的 KF-21猎鹰4.5代的战机。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看到画面哦，它的一些优势包括它是半逆中的，然后有这个相列雷达。被称为是 F-35的平价版。另外，韩国现代重工也在打造着第2艘的马尔瓦级的飞弹巡防舰，也正式的成军了。3200吨哦，可以反舰、反空、反潜等等。再加上早就已经部署在菲律宾的是来自于美国的提风系统。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虽然很多的国家的武器都使用在菲律宾，但是是不是很像是印度它的万国杂牌，会不会出现这种军备互不相容的一个窘境？委员又怎么看？这当然很有可能啊，所以我们曾经在这个题目里头讨论过嘛，就说印度号称是全球兵力排名前几名，可是大家都笑它就是一个万国牌，反正什么牌子都通通买进来了。你不要看别的嘛，你就光看这个印巴之间的冲突，最后是谁占了上风？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整个武器的相关的作战系统、相关的这个射控指挥。那么，如果你是用这种混合式的就杂牌军大家凑在一起，你是不是能够达到应该有的战力跟效果？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哦。但是你光看到日本要卖武器给菲律宾，你就知道为什么日本这么欠修理了。就是说，坦白讲，你今天有这种下场是你自己找回来的哦。就你讲错话也就算了，你还不时的想尽各种办法去联合菲律宾，然后来给北京政府造成麻烦。其实日本的这个盘算，其实当时他是为了要配合美国的势力撤出第一岛链，所以当时美国的军方有一个另外的构想，他说我们用倒三角战略，我们在第一岛链留下日本、南韩跟菲律宾，我们成为一个倒三角，把台湾卡在中间，然后面向中国大陆。这是美国当时军方所提出来的想法，那么日本完全是照单全收，然后加以执行。那么，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是美国真的立场跟想法是什么。就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日本现在究竟是美国交代他做他才做，还是因为他看到美国有这个想法，他就利用了美国这个想法？事实上，他要做到的是他的军国主义重新复活。这才是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要高度关注的。就北京政府在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过程当中，他向全世界的诉求，向联合国的诉求，他不是诉求台湾问题，他是诉求军国主义复活。因为现在眼看着日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断的扩大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了，这对曾经被侵略的国家来说，那这当然心中要有警觉哦。所以我觉得，如果日本持续要再做这种事情下去，那你当然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放过他。那你说菲律宾呢？如果蠢到说自以为买了个日本跟南韩的这个装备就可以跟北京一战，就像刚刚华球哥讲的，那就只能够自取灭亡啊！就对菲律宾来讲，他没有这个实力的啦，更不要讲什么双航母了。北京不用派一艘航母来，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北京要修理菲律宾，会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南海主权问题。就南海主权问题跟钓鱼台主权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戏码。
我就在主权问题上修理你，我在那里痛击你，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办法介入这件事啊。好，现在菲律宾可以说是非常的头痛，尤其小马可仕哦，对外其实被视为菲律宾就是这一场战争当中美国的棋子。那另外一方面，对内菲律宾则是爆发这个天价的贪污案的示威。现在小马可仕可以说是满头包，因为呢这个幽灵防洪的工程贪污案金额啊，竟然是高达了数十亿美元，所以现在民怨拉不住了。他们就是说呢，这些数十名的这些官员、议员、承包商啊，你们是贪污，应该要被抓去关起来。但你现在小马可仕，你还有心情啊？说我要跟日本买武器，我要跟韩国买武器，到底怎么回事？干哥，对我说一句实在话，这些新闻出来以后，我吓一大跳。哎呦，034防空飞弹、25卫级护卫舰，还有 KF-21这些东西看起来都不错的哈。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会用吗？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有钱吗？啊，菲律宾，我坦白跟你讲哈，我们先那个重大的弊案，我们先摆着。他在长达50年，就是半世纪之中，他没有更新过他的海军，因为他没有能力。那更惨的是，他的空军超过50年没有进步，他用的恐怕还是我们当时从台湾清泉岗送给他的 F5战斗机。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跟美国交易而来的。你把这个东西给菲律宾，我们会拿新的 F5给你，这样子。所以蒋中正总统就好送给他。到了什么时候？到了2000年以后，好不容易才拿了一点美国的新的教练机来。菲律宾现在是没有空军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跟南韩买了什么？买 FA50，那个也是教练机，那还不叫战斗机，好不好？所以一次你要跳到 KF-21 是什么？是南韩的，南韩版的 F-22，就是美国隐形战斗机，那是全世界最高级的。整架飞机长得就像美国的 F-22，号称 KF-21，但是里面的东西是降规版，降很多规了。那所以可能可以让菲律宾去尝试的、去训练的时候，他可以先从这个东西入门。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也不可能。为什么？隐形战机对菲律宾而言，连空军都没有的国家，他怎么样去操作隐形战机呢？海军更是，25卫级护卫舰是日本有名的逆中护卫舰。坦白讲一句，海军人员的素质训练没有10年、20年，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大买这么多东西大概日本那个03防空飞弹的入门比较快一点。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菲律宾的贪腐问题。上次我们讲过，300名国会议员里面有60个国会议员牵涉到防洪工程的贪腐案。台风3次来了以后，那3次名字我真的不记得。第一次就知道那个台风那个一来，那个防洪工程挡不住的，到第3次全部都垮了。你知道那个议员在议会里面他们调查报告的结果怎么样？你知道？他告诉那个厂商说，没有回扣，没有标案，你到底给不给？就是说这些议员在私底下去跟厂商要回扣的时候，那个恶行恶状，那个呲牙咧嘴。所以小马可仕我实在很不清楚，数十亿美元的回扣，可以拿来增强你的军备多少次？范围有可以多大？所以你跟我讲，你现在你要加强军备以应付南海问题，我看起来根本就是缘木求鱼，因为你自己国内的贪腐事件，还有你跟你自己马可仕家族里面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你还想要在南海上面用地缘政治来跟中国对抗吗？我觉得根本就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持续关心这个川普的关税战打到现在，这一回呢，零售龙头好事多终于是不忍了决定要告川普的关税是违法的。现在美企大反扑，美国境内还面临的问题是制造业已经9年都是衰退了，甚至即将到来的耶诞节啊，圣诞树的价格飙破，换算新台币达到10000元呢。企业还寄出说，你买这个圣诞树是可以分期付款的。关税战到底是打到了中国大
大陆身上，还是打到了美国人自己的身上呢？今天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是来自于高盛的最新关税战的数据统计。他说啊，这个关税成本是谁来吸收呢？美企竟然自己要吸收关税成本51%呀。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从原来要扛37%的这个关税成本，说到年底甚至自己要扛起高达55%的关税，比企业还要更惨。而外国的这些出口商竟然只付了9%的关税，要自己做承担。好，所以呢，零售龙头当然好事多气炸了，他正式提告说，针对于川普的这个关税呢，我们说我们要判他，法院你应该要判他是违法的才对。那他没有说这个好事多没有说自己要赔多少的钱给这个关税，但是他有1/3的商品都是进口的，当然可以感受到好事多压力非常大。而最新的美国海关资料也显示，至今呢，进口商已经缴了900亿美元的关税，不止好事多要告川普啊，我们来看到其他的企业，10几家美企也说要告。包括了化妆品的巨头，还有我们看到这边机车制造商等等，都说他要告川普的关税违宪。连川普曾经的好朋友，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他也说了，他说我劝过川普啊，你这关税不好啊，会害到自己的经济衰退，大家互克关税，生活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川普一意孤行，还是要做到底。这场关税战在好事多带头反抗之下，还能够打多久？委员怎么看？我认为还会打很久啊。那么，因为关税这个议题一直是川普的过去所谓他认为要让美国再度强大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哦。那么也是他长期以来不断在做宣导、在做宣扬哦、在公开称赞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你说告川普，当然法院上有输有赢哦，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司法程序，他已经要花很长的时间了。那就算这一拖告赢了，川普恐怕也会绕过这个相关法律的规定，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就好像他现在对付这些所谓的移民一样哦，不管你是合法非法移民，只要他要对付你，他总有办法要对付你的。所以这场关税战，我认为恐怕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哦。但是其实我还是要回到我先前不断这个强调我内心的想法。就是呢，我很开心川普打这场关税战，因为川普的这场关税战会彻底的摧毁掉美国的经济哦。那么这种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这种核弹级的破坏啊，你说从外部去攻击美国的经济体系，打100年都不见得会有川普这4年的效果啊。所以川普就真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英雄了哦。那么我当然希望他的这个做法能够持续的下去，因为各位知道关税战。我们不止一次讲过，关税战是没有赢家的哦。就关税战最终的只有一句话，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么最后受到冲击的、受到损害的，一定是消费者。他不会是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不会是墨西哥的消费者，不会是加拿大的消费者，他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这才是关键问题哦。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呦，现在看起来美国的经济很好哦，川普的这个关税并没有带来美国的经济衰退哦。我认为现在讲还言之过早了哦，因为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GDP 的数字，看到的股市，那都是华尔街刻意炒作跟拉抬，特别是有 AI 概念股在中间这个从中哦，让他们成为另外一个话题哦。但是你都拿掉这些的时候呢，你看看美国的人民过什么生活？美国有多少比例人要靠食物券，要靠政府的补助才能够生活？美国有多少人的要这个他自己都认为很羞愧的要去拿食物银行的食物，他才能够支撑他家庭的生活？所以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急速的拉大了。就当你看到美国现在这种亮眼的经济数据的时候，你再看看美国的基层是过什么生活，你就可以了解这样的贫富差距一定会造成美国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川普的关税不仅会造成美国的经济衰退跟崩跌，更重要一点是，美国马上就会发生因为贫富差距而造成非常重大的冲突了。是，确实哦，现在美国的股市可以说是跟经济完全脱钩啦。我们先来看到对于这个产业还有消费者持续到底有哪些影响。原本川普的关税战是要救美国的制造业，没有想到11月制造业持续萎缩，而且已经连续9个月都是衰退了。那制造业的业者就说啦，从4月关税实施之后，他们已经裁员，哇塞，5.9万人哎，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成本增加了，所以企业只好说，裁员来削减支出。那对于消费者，刚刚也讲
到，也有所影响，而且是影响非常大的。尤其现在眼看耶诞节要到了。数据统计，美国消费者每一个人得多支出$132哦。那耶诞树的价格也是狂涨，尤其进口量在暴跌的70%之下，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耶诞树进口价格从$89变成了$129，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都不及美国制造的$299，等于上万一棵耶诞节的圣诞树就要上万新台币。所以呢，沃尔玛跟 Target 赶快释出一些招数，说呢，一人只能买一棵圣诞树。那 Target 就说，圣诞树这么贵，那我们没关系，12期来分期付款好了。反倒是义乌我们看到它完全不受影响哦，它不断的出口它的耶诞节的这一些产品到拉美跟欧盟，上半年欧盟出口甚至暴增了104%。到底川普关税战是害到谁啊？美国网络上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女郎哈，她说她生平买了最贵的一件衣服哈，叫做婚纱，这大家都能理解嘛，对不对？但她最近呢，因为美国关税战哈，她买了生平第2件最贵的衣服，叫一件风衣。风衣怎么会很贵呢？你知道为什么那风衣贵吗？那风衣本来的价值只有$490啊，大约1万多块嘛，对不对？可是要缴$250的税。他说活被这个关税剥削，他说他气得要死啊！为什么？你拜关税之士，拜你们川普的这个德政之士。他说他特别用老娘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风衣啊！他是又不是什么高级品牌，对不对？结果这件风衣总共要高达$750，2万2000块台币。他觉得他很不值得，可是你要不要穿呢？因为他喜欢那牌子。他只是他是用这个小故事告诉大家说，其实美国因为关税政策受害的小老百姓，刚刚大千委员都讲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现在80%的企业他们遇缺不补，然后呢大举裁员，从年初到现在裁掉了美国的企业主要企业裁掉了5.9万人，但是有更多人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一旦离职，或者说你不愿意继续做的话，他们这个缺额他们不会再补上去。为什么？大家都在观望说这场企业战的究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 Costco 啊，老实讲一句，好事多他就是一直在忍，他从1月忍到现在啦。我跟你讲，他已经快忍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全球知名嘛，他实在受不了。他跟曼哈顿的贸易法庭啊提出，他说他控告川普政府。但是他现在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让美国关税及边境管理局干嘛停下来，说，我们这一期12月15号到期嘛，要付这个关税嘛，对不对？这一期可不可以先不要付，等到美国最高法院判下来之后，你们贸易法院再来判。现在的问题就卡在这边。大家会想说，都已经付那么多个月了，我告诉你，好事多已经付得很生气了，所以付到这个月到12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想说，政府违法，你援引了1977年紧急权力及经济法案而征收这些税收，造成我们的成本大增。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进口商的成本已经，今年到现在已经付了900亿了。那我 Costco 付了多少关税钱出去？秘密不能讲，上法院再讲。所以大家就晓得说，这个问题已经造成了美国国内很大的经济冲击。所以如果说 Costco 这个官司大家都在看，你知道为什么在看吗？包括化妆品大厂露华浓、横滨轮胎啊，还有川崎重工，他们都在看。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雷朋眼镜、太阳眼镜有没有？它也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它有很多子公司，他们都在看。如果 Costco 打赢，他们也要跟进。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川普其实在这一次的关税战争之中，他也许帮政府赚了钱，但不是帮美国的老百姓或企业赚钱，他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到了耶诞节之后还
还会继续下去。在这样的反弹声浪之下，川普接下来会不会收回他的一些关税政策呢？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边是来自于美国自己内部的压力，但是川普好像还是很有时间管其他国家的事情。针对于中南美洲，他持续做这种内政治上面的干预，包括他说要抓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因为他说他是毒枭嘛。那另外一方面，持续的这个干预洪都拉斯他的总统大选的这一场内政，美国能够扛得住同时的内爆加外压双重的风暴吗？最后一点点时间，1分半，花球哥怎么看？刚才这个委员跟干哥都讲，这个川普弄这个关税啊，受害的是美国人。我看还有2个，受害的是被他制裁的这些国家。然后呢，这2个都受害，回归过来 feedback 就会到川普的身上。为什么？川普要处理的问题不是只有关税啊，移民、枪支、健保、贫民窟的问题很多啊。美国内政的问题他怎么收得住？收不住。但是他选上了，美国人其实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又回过来看，委内瑞拉、洪都拉斯这2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国家，川普为什么要去弄这2个国家？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就说，我大概一上任1个月或2个月，我就能够把俄乌战争搞定。上任也快1年了，1月份，明年1月份就1年了，没搞定啊。然后弄那个28条，又改成19条，弄得泽伦斯基啊非常不舒服。虽然泽伦斯基贪腐非常严重，但是国际上来看，你这个28条根本就一个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委内瑞拉这个总统马克洛、洪都拉斯这2个国家，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国内也一直在想说，洪都拉斯有没有可能被美国制裁之后再回来跟台湾的复交？我认为啊，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即便有，这个国家对我们帮助也不大，要花我们很多钱的。我们的老百姓应该啊不会觉得洪都拉斯跟我们复交之后是一个乐观的象象。好，谢谢华球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在晶片站，我们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的晶片有黑科技的突破。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大陆最新宣布的这一款叫做3D 混合的剑黑科技，那么竟然声称能让14奈米晶片效能媲美这个辉达的4奈米 GPU。怎么回事？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他这样说：14奈米的制程，再搭配上18奈米低润记忆体的人工智慧晶片，我们采用的技术是3D 混合键合技术，就能够实现这个有一点复杂，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解释哦。这个铜对铜超高密度连接，效能媲美辉达的4奈米的 GPU， 真的能做到吗？是用什么样子的原理？那他这边有特别提到是靠着记忆体贴在一起跑，就可以让延迟大幅下降，速度飙升。委员怎么看？对，这其实是封装技术的一种大幅度的提升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晶圆的产业，其实它是一条产业链嘛哦。你说台积电它把晶圆做出来了之后，不是这样就拿去用了，不是这样就能够拿去做组装了，它要送到封测厂去测试，然后去封装。这就叫做所谓的封装。什么叫封装？就是因为你一个电子元件哦，你里头包含了非常多的晶片，那不同的功能你就有放不同的晶片在里头。可是你把晶片堆叠在一起的关键问题来了，你晶片堆叠的时候，你要怎么堆叠？你要怎么样的堆叠才能够让效能提到最高？那过去在堆叠的过程当中，它中间是有一个要键合的时候，它会用，比如用那个锡啊来做焊接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堆叠的过程里头呢，它往往如果堆叠的不够紧密，那么你中间就会产生在能量传递过程当中的消耗，然后你中间在这个速度上也会受到延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叫混合链合哦，就混合链合这个混合键合这个工作，它其实做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跟你精密的做到，我晶片跟晶片在对接的时候呢，我铜对铜，然后呢，我非传导的地方对非传导的地方，所以呢，我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晶片跟晶片之间的这个空隙可以压到最小，
那我压到最小的时候呢，我传递的耗能就会降低，然后我的速度就会变快。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讲的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就是现在在封装的测试的行业里头，大家都在做的，就叫做我刚刚讲的叫做这个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所谓的叫混合的这个链合哦，或者混合的键合。那么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当然。在封装技术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他现在所提出来的说，他在很多的效能上能够大幅的提升，那这并不令人意外了。好，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是在晶片上面的这个黑科技突破，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是 AI 大模型上面也有突破。两个，一个是 DeepSeek 的 V3.2，那另外一个是它有一个 Special， 就是特殊款。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 DeepSeek 的 V3.2， 主攻的是推理跟日常任务。至于 Special 版，它就是听起来就是往这比较高性能的版本去发展。官方说了，这个性能甚至可以超过 GPT-5 跟 Gemini 3.0 Pro。那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有这个 DSA 稀疏注意力架构，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大幅减轻 AI 处理长文件啊、复杂任务所需要的运算，而且成本直接砍70%。真的能做得到吗 ？DeepSeek 能够硬碰 GPT-5跟 Gemini 3 Pro 吗？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哈，他就说那个 DeepSeek 它的那个 V3.2 Special 已经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国际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你知道吗？他们就说它的模型表现哈，专家结果分析出它的表现可以从人类的学生，从第1到第10名里面，这个 Special 它已经拿到第2名跟第10名这2个名次了，也就是说已经跟人脑在拼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贡献是非常强大的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它就是在长文里面，它找到一个方法。为什么？就是 DSA 它用很低的成本，它先扫描索引，它扫描索引之后，你知道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很多比如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OpenAI 也好，对不对？他们会整个去看啊，所以当然它模型会大嘛，但整个去看，然后慢慢再筛选。那你要泡一杯咖啡等它，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10几万字的那一种啊，就大型的仓库里面，你要用1杯咖啡的时间等它，或者你只要2秒钟，它就可以翻译出来。现在 DeepSeek V3.2 它就做到了，它就做到，他说不用，你可能只要转眼之间，它就可以帮你翻译出来。它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99%的废话给丢掉。但是你要怎么样知道那99%是废话？它只要那个1%，然后深度解读，那就是 DeepSeek 啊 V3.2 的 Special 版，它的功能跟实力。所以在传统模型，它处理部分的资料的时候，它花的时间是现在普遍模型所遭遇到的问题。那 DeepSeek V3.2 它到现在有这个2个版本，都慢慢的让这个开源，我就是开源，我真的是开源啊，我的词源都是 open 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解算能力越来越高，而且他说真的可以跟谁，就是跟谷歌被认为是最强的 Gemini 3.0 Pro 啊，对，这个是最强的。他说他有一天我会打败 Gemini 3.0 Pro， 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梁文峰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非常有可能。好，另外一方面是有没有可能再来就是说成本还说可以降低70%，委员怎么看？对，我简单的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在研究所教的就是人工智慧哦。那么我们在人工智慧里头最常听到的就是词源。什么叫做词源？我讲一句话，我想吃苹果，这句话电脑读进去的时候，它要先把这一句话分成不同的词源。我是一个词源，想是一个词源，吃是一个词源，苹果2个字是一个词源，句号再是一个词源。当你把词源分完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变成向量，所以叫做文字转向量。我们现在在讲的处理词源，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把词源分完之后，电脑不是读这些字哦，在电脑里头，我代表的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可能有10万个数字。但是这一组向量进去，电脑读出来就知道，它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想吃苹果，它要这样读。那在它读的过程当中，对文字处理上最难的是什么？我读了，它读进了我之后，
我下一个输入的是想，可是他不能忘记我啊，对，我还要在里头啊。他如果只是读了想，忘记掉了我的话，那这句他根本不理解，他最后只读到了一个苹果，不是，他最后只读到了一个句点而已啊。所以呢，要如何能够一长串的文字输入，而能够让它处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我刚才讲说，我今天输入我想吃苹果，我用文字输入，我要经过第一个大模型，我要把它变成向量，然后第二个我要进入真正的大模型，我要开始进行处理，第三个我要吐出来的时候还是向量，我又要再经过另外一个大模型把它变成文字。所以你看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成本了。这就是所谓我们要花的时间成本跟经费成本。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算力？原因就在这里。那 DeepSeek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它如果能够把处理每100万个词源哦，各位知道100万个词源是多少吗？大概你可以把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整套丢进去，大概也就是100万个词源了。那么它处理的这个费用可以大幅的降低。那这个对 DeepSeek 或者是对 DeepSeek 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哎，因为我们现在。各位知道，我们现在虽然你交了钱给 ChatGPT， 你交了钱给 Gemini，可是其实所有的这些运算的成本、这些处理的成本，都是这些公司在做吸收的，所以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AI 公司都没有赚钱啊，因为他的钱全部都丢到算力里头去了嘛。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把算力做这样的处理，那么当然我 DeepSeek 的负担就会大幅的降低了。那 DeepSeek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靠着演算法，这才是它厉害的地方哦。就 DeepSeek 它一直号称说，它要用软体的突破这个硬体的封锁，而 DeepSeek 真的做到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AI 的模型哦。那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推理晶片，我们来看到它的供应量，未来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也就是完全不需要用到辉达 H20晶片了。因为呢，现在数据显示，美国投行做的2025年底大陆 AI 的推理晶片供应量会是需求的4倍哦，会有供不应求的问题，一直到2030年。那这些缺口会由本土的企业、华为、寒武纪等晶片业者来补上。那么大陆的7奈米 AI 晶片的年产量到2030年，甚至预估会有爆炸级的成长，高达410万片。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噩梦真的来了吗？李博士怎么看？我看啊，川普推动这一个晶片，我把它叫做 Chip War， 晶片战争。那因为晶片战争，所以他在推广 Chip Marketing， 晶片的市场。那他这里特别讲到说，这是一个出口的管制，会不会失去意义？我认为啊，以美国这么大，然后科技这么进步，它不应该叫出口管制，它应该叫出口辅导。如果你把管制 control 这个改成辅导的话，这个晶片战争打不起来。黄仁勋也不会这么害怕。黄仁勋啊，一个礼拜我印象上个礼拜十几天，2个礼拜只会来台湾2趟。你看看这个有见有多严重。那我认为黄仁勋他不会得到市场噩梦，但他应该是非常担心川普的出口。